看到前面 CN Tower 边上的几栋大楼上面的一些 logo， 像 TD 啊、RBC 啊这些银行的大楼。那今天我又一次来到了多伦多市政厅，就在我的身后啊。这个什么时候这边又放了一些艺术品的展示了啊？又放在这个水里，坐在玻璃柜啊，这感觉都是脑洞大开的艺术品。一张威武不缺的吊青的这么一个雕像，写着丘吉尔的名字，1874年生，1965年去世。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 Old City Hall， 是老的市政厅啊。就是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2个半圆形的建筑物边上紧邻的一个老的建筑。这边呢，我就看到多伦多的这种共享单车。这边呢，就是专门买交通卡的。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风景。嗨，大家好！一早醒来呢，已经10点半了啊，相当于温哥华的早上7点半，所以生物钟还是很准时的。虽然换了一个城市，有3个小时的时差，但是呢，身体还是适应着旧的那个时区的那个时间。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到达了多伦多，现在我面前的呢就是多伦多了啊。这边望出去啊，工业风的那些建筑，再往前看呢，应该可以看到 CN Tower 的一个尖顶，就是我相信这个方向呢，应该就是朝湖的啊，就是 Ontario Lake。这边呢，完全都是陌生的地带啊。上次来的时候呢，几乎都没有怎么走过。我现在呢，站在我女儿给我们租的一个公寓的阳台上，从这个阳台上呢，观望一下啊，就是早上天亮了，打开窗以后看到的景色。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21层那么高，但是呢，还是被前面的很多的建筑物啊挡住了视线啊，基本上看不清。稍稍呢可以看到前面 CN Tower 边上的几栋大楼上面的一些 logo， 像 TD 啊、RBC 啊这些银行的大楼。那我在想呢，这个附近啊，就是我的左手边呢，应该就是他们的金融街背街，因为这条路呢是我走过很多次的。好了，今天就是刚起来，我们在窗台上看一看 ，say hello Toronto， 然后呢，我们准备吃点东西啊，去逛逛街去了。好，一会儿见。嗨，大家好！今天我又一次来到了多伦多市政厅，就在我的身后啊。这是上次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专门到这边来走过。这边呢，今天阳光灿烂，气温23度啊。我们转过来看一看。当时我来的时候，这边全部结冰，然后呢，边上都有围栏。而今天呢，变成了非常美妙的喷泉。你看，对面呢就是新的多伦多的市政厅。现在我听到了钟声。我的前面呢就是老的市政厅啊。市政厅呢，原来就是在这座古色古香的钟楼里面。这边呢，应该是多伦多最精华的地方了，所以很高兴啊，跟我的家人再次来到多伦多，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天气当中呢，散散步，随意的走走，感受一下生活的乐趣。
今天我的孩子他上班去了，所以没有办法陪同他的父母在这边闲逛，只能等到星期六、星期天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享受天伦之乐。这个什么时候这边又放了一些艺术品的展示了，又放在这个水里，坐在玻璃柜这感觉都是脑洞大开的艺术品，而且很多都是以脑袋为主题的，挺好玩的一个展示。多伦多的市政厅呢，两座半圆弧形的建筑我看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宣传广告或者是这种宣传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我相信呢，应该这个建筑物本身也是一个获奖的作品。但更重要的呢，是它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结果呢就画出了这么大的一片区域纯粹呢是为市民办事的一个地方。就我觉得本身呢，一个城市总是需要有些地标，但这地标呢，最好是供老百姓休闲，或者是他们在那边可以自由进出、漫步的地方这会比较好。如果都变成了那种门禁森严的金融大厦等等就感觉差一些。今天好像是开着我不知道能不能到里面去稍稍的瞄一下呢？因为我有一次来的时候呢，因为这边是休息的时候就不得其门而入。Thank you。这边呢就是多伦多的市政厅这里面应该是可以参观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参观。我们就到这边到此游就好，以后有机会跟小孩再来。这边有一个雕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意义，后面呢有一个舞台，可能可以举办一些庆祝活动之类的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市政厅的侧面呢，有一组纪念的物品，其中有一座很醒目的，就是丘吉尔首相的一个站姿的雕像。当然，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二战一些纪念的文字所以我打算再来看一看。这边呢，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士兵的雕塑展示的是一个兵营，讲的也是纪念二战的
这样的一个纪念物。我现在的跟前呢，就是丘吉尔的一个站姿的雕像。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后面的丘吉尔首相的雕像。我在英国的一个丘吉尔小镇呢，也跟丘吉尔的雕像曾经合过影。一张威武不缺的表情的这么一个雕像，写着丘吉尔的名字，1874年生，1965年去世。有很多的电影啊、传记啊，都表现着他的生平。特地到这边来打卡。那这张呢，是一张他和美国的当时总统，还有很多的二战的将军们的一个合影，非常典型的表现出了丘吉尔首相的一个气质。我相信呢，丘吉尔对于整个西方的团结，他们坚守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以及胜利后的几十年的发展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整个西方的一个价值体系当中，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等等是坚定不移的同盟者。那么这个世界过了那么多年，7、80年了吧，到了这1、2年呢，世界又感觉产生了一种泾渭分明的2个阵营。一个阵营呢，还是以老的西方的价值体系为核心的西方的这些重要的国家，虽然他们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经济问题、国内的民生问题等等问题呢，其实也在冲击着他们的坚守的价值观。而另一个体系呢，就是以相对集权、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这么一些国家，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在世界上占据的人口呢，应该也是旗鼓相当。所以世界何去何从，未来会不会再有第3次世界大战，没有人能够预测，只能祈祷世界不要重蹈战争的覆辙。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啊，能够在多伦多的街头享受片刻和平的时光，我觉得已经实属不易啊。所以即便是个穷人，也不要妄自菲薄，还是可以在自己的生活轨迹当中呢，增加一些自由的足迹。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啊，只要你有所追求，获得自己想要的体验，人生应该都是美满值得的。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 Old City Hall， 是老的市政厅啊。就是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2个半圆形的建筑物边上紧邻的一个老的建筑，一看就是非常扎实的那种英国的近代的古建筑啊。这条街呢是 Queen Street West， 那这边呢一直在修，我上次来的时候就一直在修建这条马路，到现在没有完工。这边呢就是市政厅边上的街区，建了好多的高楼。这条街呢就是贝街，著名的金融街。这边呢我就看到多伦多的这种共享单车，写的是1块钱起啊，就每1分钟加1毛2。如果说你要买一张1天有效的呢，就是15块钱。
就你如果要骑着这些单车去循环一下多伦多的市区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那边上这里呢就有多伦多的一个地图，这个圆圈里面呢就是 downtown 所在地啊，放大以后呢就是这里。这条街上的这个大楼呢，就是我小孩曾经在这边租住过的地方。我上次来呢，也曾经在这边住了几个礼拜了。Calm down and say enough. Okay? No more. 很多的街区呢，明显的已经得到了一些改造。就以前那种低矮的房子，密度比较高的那种低层建筑呢，都被这些巨大的商业大楼所取代。但是随之而来的呢，是多出了一些广场，多出了一些在这边可以闲坐休闲的区域等等。现在呢，我走向Yonge Street，这条Yonge街呢，就是多伦多的一条主要的商业街道。据说这是加拿大全国最长的街道，因为据说有1000多公里啊，当然我没有证实过。再次来到这个 College Park， 其实是一个综合体啊。我身后呢有很高的住宅楼，就是我的小孩曾经在这边租住过的。这边的住宅楼、商业楼围成了一个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这边的走道到了冬天时候呢，就会续上水，结上冰，大家呢就在这边溜冰。这是现在看到的。现在是夏天的景象，很多人赤着脖在那边晒日光浴。但实际上呢，到了冬天就是一条冰道。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新旧的住宅楼啊。而这个广场的下面呢，实际上是一些商业的设施，还有就是去向地铁的一些通道等等。它正好在Yonge街和贝街的中间啊，应该所处地段相当不错，而且有个 College Station。这边呢就是专门买交通卡的，在这边呢你选择买一个新卡，就他要收你4块钱的工本费，也可能你退卡是可以返还。然后呢你要加钱，比方说你可以加10块、50、20多少都行，给你加10块，然后你要按这个 continue。当然我刚才已经做完了，我就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就不做了。然后你用这个卡呢，你可以搭地铁、搭公交车，还有 streetcar 等等都可以，大概就这么一个体系。这边呢就是 Dundas 车站最热闹的地方，这边也很贴心的放很多的垃圾袋在这里，正好是有一波人出来的时候。边上的就是 Eaton Center， 一个最大的 shopping mall。好，我们现在再到街上去走一走。已经在这条Yonge街上走了一段路了，一直走到了这条 Dundas。我现在眼前的呢就是 Dundas Square， 但好像听说这里也改名字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总之这里呢就相当于纽约的 Times Square， 很多人在这边闲坐，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而我的边上呢就是 Eaton Center， 这边呢就是有 pass， 就是从这边呢去到湖滨啊，有很多很多地下道可以走，也是一个地铁站。
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风景。